如果不是社区发的免费体验券，我这辈子都不会踏进这种一节课要几百块钱的高级场所。老婆，等我以后赚了大钱，一定给你买最粗的金镯子，买最大的钻戒。我不要什么金镯子，只要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在一起就够了。姐妹们，这东西是我昨天在我老公西装口袋里翻出来的，你们帮我分析分析，他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那张贴纸是我亲手贴上去的，我的口红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哎呦，这口红也太廉价了吧，漆都掉光了。你老公可是大公司老板，真要养小三儿，怎么也得送限量版吧？就是，周太太，你别乱想了。老婆，这些熊猫代表我，你把它贴在你的日常用品上，就算我出去送快递不在你身边，看到熊猫就像我陪在你身边一样。周太太，你和周总结婚都快3年了，圈子里谁不知道他爱你如命，简直把你宠成了公主。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好？我看看几点了，是不是该回去了？周时宴，那是我结婚5年的丈夫。那个每天早上骑着破旧电动车去送快递，每天晚上带着一身汗味回家的男人。哎，你没事吧？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没事。不可能，我需要确认，我必须马上确认一件事。没事就好。周太太，这个戒指挺好看啊。好看吧？我老公专门托人在国外拍卖会拍回来的，国内仅此一颗，独一无二。天哪，这可是价值千万的高奢珠宝啊！当时你不过随口说了一句喜欢，周总二话不说就拍下来了，简直太豪气了。价值千万，结婚5年，周时宴送过我夜市10块钱3条的发绳，2元店的粗布手套，还有一只地摊上19块9的口红，每一件我都视若珍宝。因为那是他风里雨里送快递攒下来的血汗钱，可不是嘛？3年前的那场世纪婚礼就花了1000多万，就是可惜了，不让人拍照，不然肯定在网上就火了。你懂什么？周总这是低调。现在宝宝还没出生呢，家里婴儿用品就已经囤了整整几个房间，男孩女孩的都有。周总这是迫不及待要当爸爸了呀。帮我查证一下，我和周时宴的夫妻关系是否属实？没有车，没有房，甚至连彩礼都没有，就在这么一间破出租屋里。安安，委屈你了。结婚证就是你给我最好的礼物。我是他法律上真正的妻子，可是那又怎样？那个女人拥有着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一切：名分、千万的钻戒、世纪婚礼，还有她万千的宠爱。而我除了那张破纸一无所有。他一直在装穷骗我。阿燕，你老公也叫阿燕啊？老婆，下课了吗？刚下课呢，外面好像变天了。是啊，天气预报说待会儿估计要下雷暴雨，你乖乖待在瑜伽馆别动，我现在马上开车赶过去接你。不用啦，你今天下午不是有个非常重要的董事局会议吗？不行，再重要的会议也没有我老婆重要。雷雨天，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外面。哇，周总也太宠了吧，连个雷阵雨都要亲自来接。这么晚了，你怎么不睡觉？我都说了，我自己能走回去。睡什么睡？就算再困也要来接老婆回家。我不放心你一个人。连语气，连停顿都一模一样。曾经让我感动到落泪的情话，原来他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复制给另一个女人。老婆，今晚快递站点爆仓，临时加班休不了假了，
下次再回去陪你。待会有暴雨，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加班，这5年里，他用了无数次这个借口。3年前他去外地，说送快递赚得多，攒够首付就回来接我。每一次他说加班，我都毫无底线的妥协，甚至心疼他为了这个家拼命。原来我等了5年，等来的却是他在外面的另一个家。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根本早就没有我许安的位置了。怎么了？在看什么呢？都忘记问了，你几个月了3个多月。我5个多月了。对了，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乔一宁。你叫什么名字？许安。许安，平安的安。咦，你们快看，这口红外壳的底部好像刻着个字呢。好巧啊，这口红上的字竟然和你撞名了，这该不会是你的口红吧？哎呦，瞧我这张嘴，我开玩笑的，这怎么可能是你的？吓死我了，他估计连周总是哪位大人物都不知道呢。周总就算眼光再差，也不至于。是啊，在他们眼里，我这样一个底层女人，怎么配认识高高在上的周时夜？好啦，你们别拿许小姐开玩笑了，她看起来就是个老实本分的良善之人，绝不可能做那种倒贴男人的下三滥勾当。不管这口红的主人是谁，都只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廉价货色罢了，翻不出什么浪来。许小姐，我看你这身衣服也穿了挺久了吧？我家还有很多买了没穿过的新衣服，如果不介意的话，待会儿你跟我回去挑几件带走吧。反正每个季度的高奢新款，我老公都会成箱成箱的给我买回来，柜子都塞不下了，穿不完最后也是要当垃圾扔掉的。倒不如送给像许小姐这样真正需要帮助的困难户。对了，许小姐，你刚才说你已经3个多月了。3个多月了。天哪，3个多月，真是一点也看不出来啊！说你没怀孕都有人信。确实看不出来。为了每个月还房贷，我一天打2份工，连续半年连一点肉芯子都舍不得买。如果不是医院 B 超单上写的明明白白，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里面正孕育着一个小生命。看你这样子，肯定是平时营养没跟上，这对肚子里的宝宝发育可是致命的。晚些时候我让司机去后备箱给你拿几盒进口营养品带回去，你千万别和我客气，就当是帮我清库存好了。你是不知道，自从查出怀孕，我老公就差把整个超市都搬回家了，每天变着花样的哄我吃什么极品燕窝粥、海参汤，我都快吃吐了，他还是逼着我吃。哦，对了，就说前天晚上吧，为了哄我多吃一口燕窝，他大半夜的竟然开车几10公里去城西给我买我最爱吃的那家麻辣拌，一直折腾到后半夜才回来，满头大汗的，可把我心疼坏了。前天晚上吗？原来……老公，我肚子突然好疼，还出了点血，你能不能请个假，回来陪我去一趟医院？哎呀，老婆，这大半夜的，今天的快递件实在太多了，老板盯着呢，我根本走不开啊！你乖一点，懂事一点，自己打个车去急诊看看吧。挂了啊。原来他前天晚上所谓的走不开，是为了开车几10公里去给他的另一个老婆买一份麻辣拌。周总这宠妻狂魔的称号，在我们圈子里还真是实至名归呢。可不是嘛，许小姐你不知道，上次周太太因为阴天心情不好，周总二话不说，直接包下了整个东区海岸线，放了一场足足1个小时的烟花秀，就为了哄美人一笑。我当时就在附近的酒店看得清清楚楚，那场面我感动得直掉眼泪。您好，了解一下我们的健身房吧。不知道又是哪个有钱人在哄女朋友开心。等我发完这叠传单，凑齐下个月的房租，阿燕就不会那么辛苦了。我在为了交房租拼命发传单，而她为了博另一个女人一笑，放了1个小时的烟花秀。这是哪位小姐的包落在前台忘拿了？怎么回事？
被他发现了吗？许小姐，你刚来没多久，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周总和周太太可是咱们圈子里出了名的神仙眷侣。是啊，周太太可是周总的白月光初恋，当年因为出国留学，两人才被迫分开。你敢信吗？周总硬是等了她整整2年，这年头去哪儿找这么深情的男人啊？3年前周太太回国，两人终于再续前缘，这简直就是小说照进现实，成就了一段佳话呢。他们确实是佳话。你跟着我吃苦了。没关系，只要我们在一起，日子总会好起来的。我不怕吃苦。我周时宴对天发誓，我一定会拼命赚钱，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哎呦，许小姐，你怎么还哭上了？瞧你这多愁善感的，孕期激素又分泌失调了吧？许小姐，如果我没猜错，这个包应该是你的吧？那支口红上的贴纸和这个包上的熊猫贴纸一模一样。许小姐，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也太巧了吧？难道那支刻字的口红真的是他的？解释？我要怎么解释？说这支口红是周时夜在结婚纪念日那天送给我的，说这熊猫贴纸是我们手牵手在夜市地摊上一起买的。那支口红根本就是你的，对不对？亏我还好心想着要帮你，觉得你可怜，没想到你就是那个背地里勾引我老公的狐狸精。我就说她不对劲嘛，好好的孕妇瘦得跟皮包骨一样，谁知道肚子里安的什么心？这种女人最不要脸了，专盯着别人家有钱的老公下手，想飞上枝头变凤凰呢。周时宴是我的合法丈夫，我们结婚已经整整5年了。这怎么可能？那上面的人真的是周总？他说5年，可是周太太才结婚3年啊，这岂不是？老婆，下课了吗？我来接你了。老婆，我来接你了，累不累？我看你脸色不太好。老公，你准备来接哪个老婆？阿言，他说的都是真的吗？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谁是你合法的老婆？当着所有人的面，你说清楚。你怎么会在这里？缘分吧，为了省钱来上免费的瑜伽课，没想到竟然遇见了高高在上的周太太。对不起。许小姐，我们换个地方谈，我会给你一个交代。5年婚姻，我一天打2份工，吃死虾喝菜叶汤，到头来我变成了许小姐。安安，你愿意嫁给我吗？我以后一定挣大钱，让你过好日子。我发誓，我一辈子只爱你一个人。交代？你拿什么交代？
安安，跟着我让你受委屈了。别人结婚都有钻戒车房，我却只能带你来这种地方拍照。别这么说，只要能嫁给你，哪怕一辈子住出租屋，我也觉得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我发誓，以后我一定赚大钱，给你补办一场最豪华的婚礼。安，你在里面吗？安，求你了，开门让我解释好不好？灯亮着，我知道你听得见。解释？安安，我能先进去吗？外面太冷了。有话就站在这里说，周总。安安，我知道这很难接受。很难接受。在我面前，你是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在没有我的地方，你是功成名就的周总，周时宴。我当初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会演呢？你是我老婆，安安，你是我唯一的合法妻子，这是谁都不能改变的事实。依宁有的，我全都会原装不动的补偿给你。你不是一直想住大平层吗？我现在就全款买给你，你再也不用挤在这个破出租屋里受罪了，再也不用没日没夜的打2份工了。只要你原谅我，只要你答应，以后和依宁和睦共处。依宁，她是我大学时的初恋，我年轻时不懂事，我对不起她。她后来回国了，一个人孤苦无依，我看着她那样，心里难受，所以才会……我只是2个都放不下。2个都放不下，所以呢，你打算怎么办？135陪他，246陪我，周日自己休息1天吗？还是说，你想让我们2个女人一起伺候你这位大少爷？不是的，安安。你是不是以为你的钱可以买断一切，包括我的尊严？依宁肚子里已经有了我的孩子。周时宴，你知不知道，我也怀孕了？安安，你说什么？来，同学，对不起，你的书掉了。周时宴，我们离婚吧。你说什么？离婚？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安安，你别在这个时候任性好不好？你肚子里怀着我的孩子，离开我，你一个人要怎么活？没有钱我可以自己慢慢攒，但我绝对不可能再和一个满嘴谎言的骗子过下去了。我许安没兴趣跟任何女人共用一个丈夫。我都说了我会补偿你，钱、房子、车子，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好啊，我想要回我被你骗走的这5年青春，你给得起吗？所以我根本不稀罕你的臭钱，我只要离婚。如果我不离，那我就去你的快递站，哦不是周老板的公司，把你做的好事一桩桩一件件昭告天下，让你的客户、同事全都看看你这副伪君子的嘴脸。你可以试试看，我到底敢不敢？离开我，你确定你能活下去？你别忘了，你现在那份工作都是我暗中托人给的。小雪啊，你把手头的工作先放一放，来我办公室里。小雪，你在咱们公司也干了整整3年了，公司高层刚刚下了死命令，要立刻解除和你的劳动合同。我犯了什么错？我手里的项目都在正常推进。不是你的问题，我跟上面争了一早上，说你现在是孕期，法律明确规定不能开除，可他们根本不听。是周时宴的意思，对不对？上面直接放了话，说必须要开除你，不留任何余地。我也是给人打工的，实在没办法。小雪，听我一句劝，去申请劳动仲裁，
这种情况你100%能赢。公司不仅要继续履行合同，还要赔偿你的所有工资损失。我这里有你这3年的考勤记录和证明，都给你备份好了，你拿去当证据。周时宴，他就是要逼我走投无路，逼我低头求饶。就算打赢了官司，也要耗上大半年的时间，而他有的是办法，在这期间不断给我制造麻烦。小许，真的对不起，你要是有什么困难，随时跟我说。谢谢经理，这段时间麻烦你了。老婆，你的工作太累了，以后不用再去了。只要你原谅我，以后我养你。哦，对了，爸妈的墓地我已经移到更好的高档墓园了。你要是想知道位置，就要乖乖听话，别再闹了好吗？周时宴，你个畜生！你怎么敢拿已经故去的爸妈来威胁我？救命！救救我的孩子！安安，你终于醒了。孩子呢？医生说你失血过多，送来的太晚，孩子没保住，你要好好休养。安安，你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那个我每天省吃俭用攒钱买补品护着的小生命，那个唯一陪伴我的小东西，没了，全都没了。5年，这5年的温柔体贴全是假的，不过是黄粱一梦。如今梦醒了，只剩满地鲜血。安安，对不起，都怪我不好，是我没处理好。我真的没想到你会受这么大的刺激，导致流产。5年来，每次他犯了错，都是这副模样。先是痛心疾首的自责，再是信誓旦旦的承诺。他笃定我会心软，会原谅他。我已经问过医生了，医生说你的身体底子还在，只要这段时间好好调养，我们很快就可以再怀上的。到时候我一定放下手里所有的工作，天天陪着你，好好照顾你，绝不让你再吃一点苦，好不好？你还在恨我吗？不用了。什么？你不用补偿我，也不用再跟我演戏道歉。离婚协议我会找人准备好，等我出院，我们就去把字签了，彻底把婚离了。你为什么非要执迷不悟？我都已经跟你低头认错了，我也说了愿意用下半辈子补偿你，你还想怎么样？非要把我们这5年的感情毁了，你才甘心吗？让堂堂周总陪我演戏，我这5年也演是没白活。安安，你能不能别叫我安安，我嫌你恶心，我看到你觉得反胃。我1天1分1秒都不想再和你这个人渣扯上任何关系。你要是不同意离婚，我就直接闯到你公司去，把你伪造结婚证、2头骗的恶心事儿昭告天下，让你在圈子里彻底身败名裂。安安，对不起，我工作太忙，只能给你煮碗面过生日。没关系啊，只要你在我身边，吃什么都是甜的。等我多送几年快递，攒够了钱，我们就要个孩子。我不急，你别太拼了，注意身体。周时宴，你真的是好演技啊！妈妈说过，做人要有骨气。帮我拟一份离婚协议，我不要周时宴1分钱财产，只要离婚，越快越好。安安，你疯了吗？到底发生什么了？周时宴不是快递员，他是周氏集团的执行总监，但那些钱我1分都不想要。这是为什么？你图什么啊？脏，我不要了。孩子没了，5年的青春没了，父母的安息之地被他当成筹码，自以为是的爱情从头到尾就是个笑话。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没什么问题，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周时宴绝对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现在倒下了，就真的顺了他的意了。宝宝，妈妈一定会为你报仇的。我去你公司找你了，你同事说你流产了，是他把地址给我的。这5年，你就住在这种地方？没茶叶，将就喝吧。周时宴这几天天天跑来找我，他哭着跟我道歉，他说他只是太爱了，放不下我们任何一个才会出此下策。他还向我保证，只要我原谅他，我依旧可以拥有现在的一切，钱、大平层、名分和地位，一切都不会变。你答应了？答应了。但我只是为了稳住他，缓兵之计罢了。我今天来找你，是因为我知道你一个人根本斗不过他。许安，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利用我现在的身份，在公司内部收集所有能证明他犯重婚罪、经济犯罪的铁证。我要把他亲手送进监狱，让他把吞进的钱全部吐出来，让他净身出户、倾家荡产。你要不要跟我联手？你为什么要帮我？你明明可以继续当你的周太太，独占那些财产。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傻，放着好好的阔太太不当，非要跟他鱼死网破？我是他的初恋，和他分手后我就出国了，他转头就遇见了你。他跟我说，你是照进他烂泥人生里的第一束光，他爱你爱到发疯。他哭着说，当年跟我分手是被他爸妈逼的，这些年他从来没有放下过我。虽然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但我信这句话，我信你们曾经真的爱过，就像我信他当年说爱我一样。爱我？我跟他在一起从来都不是因为钱，他却要骗我他是个穷小子，难道这也是爱？他很享受这种不因为金钱也有人陪在他身边的感觉，所以他不愿意跟你分开。不只是你，我也被他骗得团团转。3年前我回国，他在机场堵了我3天，他哭着跟我说，当年跟我分手是被他爸妈逼的，这些年他从来没有放下过我。他抱着我哭，说只要我肯回头，他愿意放弃一切。为了他，我把我所有的人脉都介绍给他，帮他在周氏集团一步步站稳脚跟。我把我这些年在国外留学、拼命工作攒下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砸在了他身上，直到我发现他在偷偷转移资产。他不在乎我肚子里的孩子，也不在乎你失去的那个。他这种人渣从头到尾在乎的就只有他自己。但我没想到，他还编织了一个假身份来骗你，让你过这样的日子。我有一份他近3年所有的资产转移记录，他用我的名义购买了大量房产和股权。我要他身败名裂。他进去以后，所有被他转移的财产和房子，属于你的那部分我都帮你拿回来，我一分不要。但我有2个条件。第一，我在公司倾注了无数心血，那是我打下的江山，我要公司10%的股份。第二，我要亲眼看着他戴上手铐，被关进监狱。我为什么要信你？因为除了信我，你别无选择。单凭一张结婚证，你根本拿不回属于你的东西。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情敌，我们是盟友。2个被同一个男人骗得体无完肤的女人，居然联手复仇了。这听起来荒诞的像短片里的桥段，可偏偏成了我真实的人生。周时宴早就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了，他像一只贪婪的吸血鬼，给自己留足了退路，却没想过给任何人留一条活路，包括我，包括乔一宁，甚至包括那2个还没来得及出世的孩子，全是他算计的筹码。山公墓管理处。您好，我是 A 区7排12号墓地家属，我想查一下我父母的墓地最近有没有被人办理过迁出或者移走的业务。稍等啊 ，A 区7排12号。没有啊，一切正常，缴费记录也是好好的，墓地没有显示被迁移。您确定吗？一点变动都没有？确定，系统里没有任何异常记录。谢谢。他又骗了我，他根本没有动我父母的墓地，他只是用这个最恶毒的谎言来威胁我，企图拿捏我的软肋。
让我乖乖做他圈养的宠物。他今天又跑到我公寓门口堵我了，他亲口对我说：“你已经同意净身出户离婚了，让我别担心。”他说以后只有我们一家3口。许安，你照顾好自己。我们需要再见一面，详谈。你说的对，他欠我们的，必须让他连本带利的吐出来。你怎么知道我喝拿铁？上次瑜伽课你说的，加了双份奶，没加糖。你记性真好，那一天很难忘。对不起，那天我不用道歉。如果换作是我可能会直接泼2杯。寒暄到此为止，先说正事吧。这是我这段时间搜集的他转移资产的银行流水，以夫妻名义购置的房产合同复印件，最后几张是结婚前他准备好的财产协议。他把名下所有资产以赠与方式转给了我，但有一个附加条款：如果关系破裂，所有资产归他指定的人，而那个指定的人就是他自己。对，他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法律上他净身出户，实际上所有东西全牢牢抓在手里。我们需要分工，你在里面，我在外面。你负责在内部搜集他的口供和书面证据，我负责在外面拍照、取证、跑腿。如果要拿到更有力的录音，我需要时间。他最近像惊弓之鸟，非常警惕，那就让他放松警惕，继续扮演你的角色，温柔体贴的周太太，假装完全原谅了他。你恨我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不是我的敌人。他欠我们的都要连本带利的还回来，1分都不能少。当然，那个项目绝对不能查，赶紧把账目平了，资金先从海外账户转一圈再回来。这事情办不好，你也不用来了。老公，这么晚了还在忙呀？老婆，你去哪儿了？我回来都没看到你，急死我了。在家闷得慌，去母婴店给宝宝看了看婴儿床。下次出去一定要让司机跟着你。你现在大着肚子，一个人出门我不放心，万一磕着碰着怎么办？知道啦，下次一定等你陪我一起去。老公，你之前说那个许安，他真的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吗？怎么突然提他？我害怕，他要是真的拿着结婚证去法院告我们重婚，曝光出去，我们的宝宝以后怎么办啊？怕什么？他那张结婚证根本就是我给他演的一场戏。演戏？什么意思？你们不是一起去民政局领的证吗？当年那个民政局办事处是我找人临时租的场地，连工作人员都是我雇的演员。可是他还在瑜伽馆发了电子结婚证给我看。他的结婚证看起来跟真的一模一样，其实根本没在民政局登过记。我连他的高中同学都提前打点好了，甚至他刚给律师发信息说要你离婚协议，下一秒信息就到我这儿来了。所以他怎么查怎么问都是真的，可实际上就是假的。所以老婆，你放10000个心，他什么都不是，那张结婚证就是张废纸，他连告我的资格都没有。等我把公司的事处理完，就让他彻底消失，再也不会碍我们的眼。老公，你真厉害，有你在，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太太，您怎么在这里？您最近似乎对公司的账目很感兴趣。我闲着也是闲着，看看自家公司的账不行吗？回头你跟你们周总说一下，这个季度的拆会费比上季度足足高了30%，让他好好查查，是不是有人在底下乱报销，拿公司的钱当提款机。是，太太说的对，我一定会向周总汇报的。喂，周总，太太她……一宁啊，听赵助理说，你最近去公司挺勤快的，还经常往档案室跑。
怎么，你的好助理这就迫不及待地跟你告状了？我不过是想多了解了解公司的事儿。你之前不是信誓旦旦地说，等孩子出生后就让我重新回公司当副总吗？我现在提前熟悉一下业务，有什么不对？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怕你太累了。那你是什么意思？我天天一个人被关在这大房子里，闷得快发疯了。去自己老公的公司转转，怎么了？你居然还派人盯着我，你是不是心虚？你是不是还在想那个许安？不是，老婆，你误会了，我怎么会想他？你就是在想他。你一边用孩子拴住我，一边让人监视我，你根本就不信任我。周时宴，你究竟有没有把我当你的老婆？对不起，老婆，都是我不好，是我多心了。赵助理也是多嘴，你别哭，千万别动了胎气。公司你想去随时去，账本你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好不好？周时宴，这可是你说的。这是我的大学同学李律师，绝对可以信任。徐小姐，林律师的事儿我也听说了，我绝对不会出卖朋友。但作为朋友，我必须提醒你，虽然我们手里的证据很扎实，但这场官司绝对不会轻松。周时宴在江城经营多年，人脉深厚，一定会动用所有资源反扑，甚至不惜伪造证据，收买证人。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也是最难的一点，现在要告他重婚罪，不能只靠那张假证，也不能只靠他自己承认的录音。重婚罪中的事实婚姻需要有充分的人证物证，这部分的举证难度非常大。周时宴在江城经营多年，肯定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一定会提前销毁所有能证明你们共同生活的痕迹。没有足够的事实婚姻证据，重婚罪很难完全立住。我知道，这些天我已经把能收集的都收集了。这是我们小区5年的物业缴费记录、水电费单据，还有23位前公司同事的书面证言，他们都能证明我们一直以夫妻名义生活。这里还有这5年来我们一起过生日、过年、参加朋友婚礼的照片和视频，都有时间线。就算重婚的举证还要再补，他伪造印章、商业诈骗、转移婚前资产、职务吞占这些罪名，证据已经铁证如山，每一项都要他付出惨痛的代价。好，有这些证据，我们的胜算就大多了。我这就开始草拟起诉书，今天下午就提交到法院。准备好了吗？等了太久了。进。周总，有一份您的加急件，是法院那边送来的。法院？哪个合作方又在闹事？原公诉被告周时宴重婚、伪造公章、商业诈骗，原告是许安。这怎么可能？他怎么会？去请最好的律师，再把那些痕迹都消除掉。到了今天这一步，他依然觉得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周时宴，你太自负了。现在开庭，原告代理律师请陈述诉讼请求，供举证。审判长，本案原告许安上诉被告周时宴重婚、伪造证件、威胁恐吓一案，我方将提供完整的证据链。请看这组证据。这场婚礼耗资1130万元，邀请了300余位宾客。虽然没有照片流出，但这些都是婚礼策划合同、高端酒店预订记录以及婚庆公司的收款凭证。反对！举办婚礼并不等于法律意义上的婚姻登记。我的当事人周时宴先生与乔瑞云女士确实存在感情纠葛，并举办了一场仪式，但这只是一种私人庆祝行为。他们从未在民政局依法登记结婚，因此绝不构成重婚罪。法官，您看，这是被告周时宴与乔玉宁女士以夫妻名义共同签署的房产购买合同，还有他们以周先生、周太太名义出席各种商业活动、慈善晚宴的签到表以及合影照片。整整3年，他们不仅同居，更是以合法的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向全社会公开展示他们的婚姻状态。这事实已经构成了重婚罪。肃静！肃静！乔延宁，他怎么会来？而且还这么镇定？原告方是否还有其他证据或证人？审判长，我方申请传唤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准许。传证人。证人乔一宁，请陈述你与被告周时宴的关系。我和被告周时宴从3年前开始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我们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共同购置了多处房产，对外一直以夫妻身份示人。可以说，所有认识我们的人都坚定地认为我们是合法夫妻。证人，请问你们是否在民政局办理过正式的结婚登记手续？没有。审判长，证人自己都承认了没有登记结婚。被告代理律师，请不要打断证人发言。证人，请继续。为什么没有登记？因为他告诉我，他在国外的某些核心资产需要保持单身状态，所以暂时不方便领证。他说，等处理完那些资产交接，就会和我正式登记。我信了。也就是说，在长达3年的同居生活中，他从未告诉过你，他其实已经有了一位合法的妻子。从来没有。他告诉我他是单身，他说我是他的初恋，他等了我5年，他说他这辈子只会娶我一个人。他的每一句话听起来都是真的，但实际上每一句都是假的。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真相的？在孕妇瑜伽课上，我在那里偶然发现了他送给另一个妻子的同款口红，然后我看到了他们的婚纱照，最后我看到了他们领了整整5年的合法结婚证。反对！审判长，原告所谓结婚证的真实性存疑，我们怀疑那是伪造的证件，目的就是为了敲诈勒索我的当事人。我有证据，这是周时宴亲口承认的证据。法警，呈交证据。他能有什么把柄？结婚证都是假的，当年给他办的就是个假证，民政局系统里根本没有登记，所以我才不怕他闹。在法律上，他什么都不是。不仅如此，我还有同事的书面证明，就算你能用钱堵住一些人的嘴，也终究掩不住真相。公道与正义从不会被权势埋没。法官，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报复，我只是想替我肚子里的孩子问一句，他的亲生父亲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地骗我们？每一份证据都像是一块坚硬的砖头，终于砌成了周时言再也推不倒的高墙。全体起立。本院认为，被告人周时宴在已有合法配偶的情况下，与乔一宁以夫妻名义长期共同生活，举办婚礼，购置共同财产，公开以夫妻身份对外交往，其行为已明确构成重婚罪，数罪并罚。本院判决如下：判处周时宴有期徒刑1年，被告需赔偿原告许安精神损失费50万元。判决周时宴与原告许安的婚姻关系自始无效，乔玉宁名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依法归还原告许安。走吧。快走，别磨蹭。等你出来，你会发现你苦心经营的一切什么都没有了。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站在这法院的门口，亲手把他送进去，这也是他罪有应得。我们的路才刚刚开始。好啦，糟心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好好养好身子，等宝宝生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我才不怕呢，等宝宝生下来，你就是宝宝的干妈，再多的事情你要跟我一起分担。是，下次产检记得叫我。今天还是产检日呢。不要！怀孕了，快点请医生！依宁，我来了，我在这里。雪安，孩子，我的孩子要没了。不会的，孩子不会有事的，你别多想，别害怕，有我在。家属请在外面等候。雪安，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孩子没了。我昨天还在网上看月子中心，想着靠窗的位置阳光好，我拜托朋友帮我找了最好的月嫂，我还偷偷织了半只小袜子，粉色的，想着要是个女孩就给她穿。一宁，你还年轻，孩子还会有的。在我最绝望的时候，陪在我身边的
不是我的父母，不是我的朋友，竟然是我曾经以为的情敌。雪儿，谢谢你。许安，你后悔吗？后悔什么？后悔认识周时宴，后悔你付出的那5年青春。说完全不后悔，那是假的。但现在后悔又有什么用？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其实我仔细想过，我后悔的并不是认识他这个人，我后悔的是，在这5年里，我明明发现了很多不对劲的地方，很多漏洞，但我依然像个傻子一样选择了无脑相信。他说公司强制加班，我信了，还半夜起来给他熬补汤。他说家里没钱，日子紧巴巴，我信了，连一支50块的口红都不舍得买。他甚至装成在外地送快递很辛苦的样子，我都信了。我当时还心疼的掉眼泪，我觉得自己必须要更努力工作才能配得上他。我真恨自己那时候的盲目。谁不是呢？我也一样瞎。他告诉我是他的初恋，他为了等我回国，硬生生熬了5年，我信了。他拿出一堆伪造的文件，说暂时不能领证，是因为海外资产交接的法律问题，一旦结婚资产会被冻结。这么扯淡的理由我也信了。如果不是我这么蠢相信了他，我的孩子会不会……依宁，不是你蠢，是骗子太狡猾。你是一个好女人，以后也会是一个好妈妈。宝宝在天之灵看到你是这样一个好妈妈，还会投胎做你的孩子的。就算为了宝宝，你也要坚强起来。你说的对，为了宝宝，我不能颓废下去。我要养好身体，我不会让自己再犯同样的错误。32床，该换药量体温了。车我已经叫好了，就在前面路口。判决书已寄到，周时宴已提起上诉，这人渣还不死心呢。上诉？那就让他求锤得锤，把牢底坐穿。不必为他烦身，接下来最重要的是我助你在公司掌权。我们以婚姻登记程序存在重大瑕疵和录音证据来源非法为核心理由，法院已经受理。很好，我要的不是拖延时间，是彻底翻案。外面的事情，赵助理都办妥了。赵助理已经按您的吩咐，开始联络几个当年跟着您打天下的老股东，他们都收了您的好处，愿意在法庭上为您作证。许安、乔雨宁，你们以为把我送进监狱就赢了？事情已经过去1个月了，乔雨欣也动用自己的关系，让我一步步坐稳了总裁这个位置。事情似乎在朝好的方向一步步迈进。怎么了，我的大小姐？平静的海面上暗潮涌动啊，小安。我刚才收到消息，他最近频繁约见周氏的老股东和前财务总监，出手非常大方。这个赵助理已经开始在笼络人心，准备制造伪证，要帮周时宴翻案。制造伪证？周时宴在监狱里遥控指挥赵助理在外面跑腿，他们想伪造证据，把重婚的责任全推到我们身上，再反过来告我们诬告陷害。可惜他忘了一件致命的事，他所倚仗的这部暗棋，恰好是我最了解也捏着最致命把柄的人。你有办法，交给我，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哈哈，周总进去了又怎样？只要他翻案出来，我照样是功臣。来，喝！都出去，出去！喂，哪位？赵助理，好久不见啊，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乔小姐，还叫我乔小姐？当年你跟在周师爷屁股后面，不是一口一个嫂子，叫得很熟络吗？乔小姐，您找我有事？赵助理最近很忙啊，又是吃饭又是送礼的，辛苦了啊。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我最近可是一直兢兢业业，天天在外面跑业务。别装了，都是周时宴授意的，对不对？乔小姐，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啊。当年他转移资产的那些账本复印件，还在我手里全套的，包括你亲手经办的那几笔烂账。你想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让你现在收手，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周时宴的那些账目如果曝光给金叉，你这个经手者，你猜会不会跟着他一起下水？是就此罢手，还是去蹲几年大牢？你自己掂量。可是周总那边……伪证的事情3天内会解决。另外，我有一份之前没拿出来的致命证据，现在该用了。这张照片是周氏集团特殊费用明细，这是他往国外转移资产并且偷税漏税的账本，我从他保险柜里拍到的。太好了，偷税漏税，
把这条证据交上去，他就永远翻不了身了。等法院把本属于我的财产判还给我，他又还不上补税金额的时候，我看他还怎么翻身。审判长，一审判决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所谓的结婚证仅仅是原告许安单方面提供的一张电子版本截图，没有任何民政局的实物备案，这根本不足以证明婚姻关系的合法存在。其次，原告方提交的录音证据经过了严重的剪辑处理，完全不能排除原告恶意诱导我方当事人发言的可能。综上所述，关于重婚罪的指控根本不成立。审判长，针对被告方的诡辩，我方有新的关键证据提交。原告代理人，请说明证据来源及证明目的。这是他往国外转移资产并且偷税漏税的账本，账本中极其详细地记录了金额、偷税漏税的项目。这份证据不仅可以从资金流向侧面印证被告为隐瞒重婚所做的资产转移，更足以证明被告不仅犯有重婚罪，还有极其严重的违法行为。反对，这是伪造的，这纯粹是原告方的栽赃陷害，原告方根本无法证明这份手写账本的真实性。我们可以证明，审判长，账本中的每一笔境外巨额转账都有对应的海外银行流水记录可查。我们已经通过合法途径向法庭提交了相关银行的调取记录，请审判长当庭核实。本庭已核对，两份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被告周实验，你对这份新提交的证据有什么要说的吗？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庭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关于被告周世涵偷税漏税一案，本庭将移送相关材料至检察机关，另行立案侦查。议庭。快走！放开我！你们这两个毒妇毁了我，你们一定会后悔的！我发誓，你们一定会后悔的！我已经后悔过了，我后悔5年前认识你，后悔相信你那些廉价的谎言。但从今天起，我许安绝对不会再为你周诗燕后悔任何一件事。你不配！不可能！安安，等我赚了钱，给你买最贵的羊绒围巾。再见。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这里和我们再无瓜葛。走吧，徐总，我们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大小姐，醒一醒，再睡我可不管你了。弄完了吗，徐总？这个项目终于结束了，不愧我加了3天班，太棒了，徐总，终于结束了。走走走，姐请你吃顿好的，好好犒劳一下为我赚钱的徐总。去办上华服。密码错误，密码错误，请重试。你谁啊？在我家门口干啥？我找乔玉宁。什么乔玉宁？这房子半年前就卖给我了，赶紧走，赶紧走，再不走我报警了。公司现在什么情况？周哥，哦不，周总，现在公司是许安在全权接管，他做的风生水起，拿到了 B 轮融资，现在的规模比您在的时候大了1倍不止。乔万宁是他的合伙兼项目总监，手里的股份价值翻了好几倍。那是老子的心血！周总，要不您先缓缓，他们现在人脉广资金厚，您刚出来斗不过他们的。许安，乔以宁，你们以为把我送进去，抢走我的公司，一切就结束了？属于我的东西，我就是毁了，也绝不留给你们！进。徐总，不好了，公司股价今天开盘就一路狂跌，现在已经跌了5%了。还有
刚才王总和李总那两个正在洽谈的大客户也打来电话，说看了网上的新闻，觉得我们公司的负面风险太大，说合同的事情需要再考虑考虑。我知道了，通知公关部、法务部1小时后到1号会议室开会，准备好所有关于公司股权变换的合法文件。好的，好的，我马上通知各部门准备。你看那些评论，许安这种心机女就应该去死！这群不分青红皂白的键盘友简直是疯了！是周时宁，一定是他。这世界上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能干出这么恶心、这么下作的事情。我当然知道是他，这个行文的风格，这些只有他才有的旧照片，还有那个所谓知情人士的恶心口吻，除了他，没人能编造出这种颠倒黑白的鬼话。他这是在监狱里憋了1年，出来报复。这次你不许拦我！你想怎么处理？现在舆论对我们很不利，他躲在暗处，就是想逼我们自乱阵脚。你看着就知道了。他以为躲在屏幕后面写几篇不入流的黑稿就能翻盘，做梦！一宁，别冲动，我们需要周密的计划。对付这种人渣，讲道理没用，我要让他知道惹错人的代价。乔小姐，请问您在这个时候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是为了回应网上关于许安女士小三上位的传闻吗？有传言说您是被许安逼走的，今天召开发布会是要起诉她吗？大家好，我是乔一宁，也就是那篇匿名文章里所说的被许安逼走的所谓原配。今天在这里，当着所有媒体的面，当着所有人的面，我要澄清一件事：我从来都不是周时业的原配，许安才是。他是周时宴伪造证件，欺骗了整整5年的妻子。而我，是被一个男人用初恋的卑劣谎言蒙蔽了3年的受害者。有人问我，既然也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站出来自揭伤疤？因为那个在背后写黑稿的人，周时宴，他以为我会沉默，他以为我会像传统叙事里的女人一样，因为所谓的面子真糟而不敢说出真相。他错了。他能有什么把柄？结婚证都是假的，当年给他办的是假证，民政局根本没有登记。听到了吗？这就是你们笔下的受害者周时宴。他在我这里扮演深情不寿的初恋，在许安那里扮演老实本分的好丈夫。他以为自己可以用谎言操控一切，把2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中，但他大错特错。我今天在这里就是要告诉所有人，我和许安从来都不是敌人，更不是什么狗血剧里的情敌，我们是战友，是生死相依的姐妹，是亲手把同一个骗子送监狱的女人。我从来都不是周时业的原配，许安才是。徐总，我们的报价又被泄露了，这已经是第3个了。竞争对手每次都能报出比我们低哪怕一点点的价格，精准抢走我们的客户。这不是巧合，是有人在精准狙击。而且上周离职的那2个核心数据员带走了公司完整的客户名单，我们查过了，他们虽然签过竞约协议，但新公司那边给的违约赔偿金高得离谱，他们根本不在乎。查到对面是什么背景了吗？查到了，是一家刚成立不到半年的新公司，法人代表叫王强。我们核实过，这个人是周时宴在狱中结识的朋友。他进过监狱，知道硬碰硬会再次触犯法律，所以他选择了用这种下作的商业手段，用他在周氏集团时期积累的人脉和机密信息，从侧翼瓦解我们。我知道了，今天先到这里吧，散会。先从外围开始，挖空我们的客户，抢走我们的核心数据，一步瓦解公司，这就是他想要的。他想让我们失去一切，他不会得逞的。既然他玩阴的，我们就陪他玩到底。徐总这是有办法了。我的大小姐，这1年我可是在兢兢业业、诚恳的工作呢，我可不敢辜负把我推到这个位置的你。之前我查账发现，周时业为了转移资产顺利，把部分赃款分给了一个税务系统的负责人。那个负责人用那笔钱放了高利贷，那笔烂账我可是特意留了底的。而且那个负责人的下属，我刚好认识。他以为只有他会挖墙脚，我要让他在商业圈里彻底变成一坨人人避之不及的狗屎。我的大小姐，你就等着看好戏吧。好嘞，胸有成竹的徐总可太有魅力了，为徐总刀前马后，在所不辞。
今天早上的财经新闻我可都看到了，头版头条啊，徐总。你动作真快，这比账本还要致命。那家新公司正等待 B 轮融资，如今丑闻曝光，融资基本无望。徐总、乔总，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怎么了？慢慢说。之前被挖走的3个大客户全部打电话回来了，客户问我们之前的报价现在是否依然作数？那你怎么回他的？报价作数，但合作需要重新排期。他们还带来2个新合作，条件比以往更好。干得漂亮！去法务部审核新合同。得令。这才1年，徐总的进步简直是突飞猛进啊！我的大小姐，你又在编排我了。看你如今的样子，就像看着孩子慢慢长大。许安，你知道我最恨周时烟的是什么吗？是他骗了你的感情，还是脚踏2只船？都不是。我恨他让我当众用水泼你，举止失态。他让我变得善妒刻薄，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都过去了，如今你早已胜过从前。你觉得周时宴有可能真心悔改吗？请尽情吩咐小安，陛下。现在的你和我的性格越来越像了，都是陛下悉心教导的好。这个周时宴简直阴魂不散。这或许是彻底摆脱他的好机会。朕封你为兵马大将军，随朕御驾亲征。臣领旨。安，乔月宁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在骗你。他无故帮你是为了骗走你的股份，只是把你当跳板。说完了吗？安，我不想你被他蒙骗，我这是为了你好。你的咖啡自己买单，少操心别人，多管管你的暗地。依宁，我对不起你，但许安从来没把你当过朋友。哦，是吗？他只是利用你的证据，拿到股权就会彻底踢开你。你是不是觉得所有女人都和你一样满心算计？依宁，我是真心为你好。你还有心？别在这里放屁了。周时宴找我说你利用我想吞掉公司股份，真巧，他也说你是白眼狼，用完就踢开我。他已经黔驴技穷，离间计说辞都敷衍的毫无新意。他想看我们翻脸，那我们就顺水推舟演给他看。你打算怎么翻？当然是给他演一出豪门夺权的开年大戏。下周5前技术定杆原型，市场同步完成推广方案。乔总，财务部通知，本项目预算被徐总砍掉一半。什么？砍了一半？项目本是徐总立项重点，却被划为缩减开支项目。我去找他。乔总稍等，徐总正在和投资人通电话。等不了。稍等，我在开会。有事等会儿再说。等不了。为什么我的项目预算被砍一半？公司现金流紧张，全项目统一缩减，并非针对你。团建项目预算反倒上涨20万，别拿空话糊弄我。项目我带队苦战3个月，零启动砍预算，让我如何落地？资金需要节约，能做就做，不行就换人。接受不了预算，你可以选择离职。项目不愁人选。许安，你过河拆桥，没有我你坐不稳现在的位置。管好你的措辞。我尚未凭自身实力
心里委屈，随时可以递交离职申请。好，你有种，我走。天哪，真的吵翻了！乔总都开始收拾东西了。乔总付出良多，徐总无缘无故狠心砍预算。一山不容二虎，公司稳固后，徐总要铲除乔总。周总，许安、乔以宁闹翻，乔以宁已经收拾东西离职，消息可靠吗？会不会是他们两个演的戏？绝对可靠，我安插在许安公司的眼线亲眼看到的。乔一鸣把许安办公室的咖啡杯都砸了，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而且乔一鸣走的时候脸色特别难看，看样子是真的撕破脸了。不对，这两个女人心机都深着呢。上次就是他们联手把我送进去的，这次说不定又是圈套。周总，您多虑了，我已经查过了。乔一宁离职后正在到处找人准备创业呢，昨天还和我们的竞争对手李总见过面。而且许安那边已经任命了新的项目负责人，接手了乔一宁的项目。看来是真的。乔爱宁这个人能力是有的，许安肯定是怕他功高盖主，所以才借机把他踢走。可不是嘛，乔爱宁为许安卖了那么多力，最后落得这么个下场，肯定心里恨死许安了。周总，这可是我们的好机会啊！没错，乔雨宁手里有许安公司的核心机密，只要我们能拉拢他，就能里应外合搞垮许安。许安一倒，一个乔安宁也翻不起什么龙花。我要让他们一个一个都付出代价。那我现在就去联系乔安宁？不用，他现在刚离职，心气正高，我们主动去找他，他肯定会拿架子。等他在外面碰几次边，自然会主动来找我们。你派人盯着他，有什么动静立刻向我汇报。乔小姐，好久不见啊！你怎么在这里？刚好路过偶遇，特地过来和您打招呼。我已离职筹备创业，要不要加入我的新公司？凭您的能力，募资创业本就轻而易举。我们周总想要约您喝茶，详谈合作。周时宴，他找我是什么用意？联手夺回周氏，事成许诺您副总裁席位。好，约定碰面时间。明天下午5点，城南清新茶馆。周总，事情敲定，乔文宁答应赴约。一宁，我就说他靠不住吧。现在你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了，我们联手。我帮你拿回属于你的东西，你比他有能力100倍，凭什么屈居他之下？我凭什么相信你？就因为你是我名义上的前夫？日宁，之前是我对不起你，但我们现在只聊工作，现在能帮你的只有我。既然你这么说了，周总，你的计划是什么？把你的计划说出来，让我看看你还有没有这个本事。你做假账挪资金，我皮包公司在外接应，3月掏空现金流，借重组控股踢走许安。你就这么想毁了许安？毁了他？我何止是想毁了他，我要让他生不如死！他抢走了我的公司，把我送进监狱，让我在里面受尽了屈辱。我在牢里的每一天都在想着怎么报复他。等我夺回公司，我还要找人天天去他家门口泼油漆，扔死老鼠。我要让他跪在我面前求我饶了他，到时候我就踩着他的脸，告诉他跟我作对的下场就是万劫不复。我要让他知道，我周时宴的东西谁也抢不走，谁抢了谁就要付出代价。很好。转移资金、做假账、破产重组，你的计划确实很详细，威胁股东、预谋伤害他人的所有计划也都录清楚了。你什么意思啊？许安，别躲了，出来吧。周时宴，好久不见。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我们不仅录了音，还录了样。你们竟然合伙算计我！乔一宁，你这个贱人，你竟然骗我！我杀了你们！我要杀了你们2个贱人！你们毁了我的一切！放开我！你们放开我！许安、乔一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我要让你们不得好死！做鬼？你还是先想想怎么在监狱里过完你的刑期吧。从你决定报复我们的那一刻起，你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大小姐，刚才演的那么逼真，又是咬牙又是红眼眶的，我站在屏风后面都差点信了，真怕你一时心软被他那2句话拐跑了。那可不，专业演技派也不看看朕是谁。再说了，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要不是为了套他的话，我连跟他坐在一张桌子上都觉得恶心。好了好了，辛苦你了，刚才跟他周旋那么久，演得我都捏了一把汗。没事，
只要能把他彻底送进去，这点恶心什么？找个地方，我们把证据整理一下，今晚就给他送到执法队去，省得再生出什么是非。折腾半宿，终于是把周时宴和他那几个帮凶一起送执法队去了，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等这件事彻底了结，我一定要去马尔代夫度半个月假，谁也别想打扰我。就你急，等法院判完，别说马尔代夫，你想去南极我都陪你。徐总，邱总，不好了！怎么了？慌慌张张的，天塌下来了？楼下来了10个税务局的人，带着稽查通知书，说要查我们公司近3年的所有账目，已经去财务室了，让你马上过去。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带队的李科长说，是有人实名举报，举报人是周时宴。周时宴这个疯子，他自己都进去了，还要反咬我们一口。周时宴这是釜底抽薪了，他举报我们偷税漏税，现在几个大客户听到风声都暂停了合作，真查起来，账面上能干净吗？能过关吗？查得出来。而且我就是要让他们查。你什么意思？我接手公司的第1天，就让专业的审计团队把所有的历史烂账全部翻了一遍。我任期内的账目干净的像白纸，但他们顺藤摸瓜就会查到2年前周时宴还在公司当老总时的账目。只可惜，他偷税漏税的账目已经被查过了，干净的很呢。经税务机关与检察机关联合查明，被告人周时宴因记恨原告，恶意造谣举报原告偷税漏税，并且恶意进行商业，证据链完整清晰，事实清楚。现在宣判，被告人周时宴犯职务侵占罪，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200万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单位。许安，你够狠！这一次，他进去就彻底翻不了身了。那个圈子里的人最会见风使舵，他的人脉、他的车子、房子全都没了，真的结束了。最后一次了，以后我们只往前看。喂，好，我明白了。告诉张总，我下午2点准时到他办公室签续约合同。之前因为税务风波暂停合作的大客户刚才打电话来说想立刻恢复合作，并且追加明年的预算。意料之中，那些资本家只是在等风暴过去而已。现在这盘棋是我们赢了。爸妈，对不起，这么久才来看你们，那些烂人烂事我都处理干净了，你们不用再替我担心。从今天起，你们的女儿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堂堂正正、痛痛快快地活下去。喂，你好，许小姐，是我是周时宴以前的助理，姓赵，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当然记得，赵助理，周时宴已经在里面服刑了，你找我有什么事？我想见你一面，有样东西我觉得您必须得看看，那是周总周时宴入狱前特意交给我保管的，他说这是他最后底牌。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电话里实在不方便说，也不安全。城西有一家老茶馆，我把地址发给你，您一定要来，这关系到他最后的局。你们俩还真的是形影不离。周总哪怕在牢里把脑袋想破，估计到死都不会明白，你们这2个本该互相撕咬的女人，为什么能毫无芥蒂的联手？少废话，我们不是来听你感慨人生的。周时宴都进去了，你这个做假账的帮凶还敢露面，最好你的东西值得我们跑这一趟。这是周总入院让我保管的，他说如果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就让我用这里面的东西翻盘，但我一直没敢拿出来用。你们把他的后路堵得太死了，我怕把我自己也折进去。既然没敢用，为什么现在拿出来？我不想替他陪葬了，他在里面还不老实，我想彻底跟他切割。与其让这东西烂在我手里提心吊胆，不如交给你们处理。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连密码我也不知道。但他交给我的时候表情很可怕，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许安看了就会懂。
试过他的生日了吗？试了，错误。那我的生日呢？或者你们当年的结婚纪念日？都不对。什么？购买人周时宴，位置南山木 C 区7排3号正后方空地，双人墓穴，生不能同亲，死亦同穴。安安，你这辈子都是我的。他要的从来都不是原谅。这个变态，疯子！活着的时候用假结婚证算计你，把你当成他的死有玩物，现在连死了都要像个水蛭一样贴着你父母的墓，他这是想干什么？恶心你一辈子吗？你打算怎么做？这可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永久合同，他不是想永远占有吗？我偏要让他连这块烂地皮都保不住。李律师，我要起诉周时宴。发生什么事了？周时宴目前还在里面服刑，而且我们刚刚打赢了2审。我要告他精神侵害，所有的证据资料我已经发到你邮箱了，你马上看一眼。徐总，这份购买合同，周时宴确实是个心理极度扭曲的疯子。这个案子非常罕见，作为你的律师，我必须提醒你一件事。您说，如果提起这起民事诉讼，这意味着您在接下来的庭审上必须再次直面周时宴本人。他是个极度偏执且不择手段的人，我怕您在法庭上的情绪会受不了。李律师，你放心，只要能把这个渣男最后一层皮扒下来，让他身败名裂，连坟头草都长不起来，我们什么场面都不怕。李律师，我已经面对过他最丑陋、最恶心的样子了，甚至连命都差点搭进去。我不差这一次，准备起诉他吧，越快越好。明白了，我今晚带领团队加班，明天一早给您起诉双草稿。走，依宁，明天一早我们亲自去一趟南山墓地，我要眼见为实。真是个变态，他连死了都要监视你。你好，我是 C 区7排3号墓主的家属许安。我父母正后方圈起来的这块地挂着周氏的牌子，我想核实一下确切的购买信息。查到了，买主叫周时宴，购买时间是2年半前。这是一份永久产权的不可催销合同。买主目前因经济犯罪正在服刑，这块地严重侵犯了我父母的墓地边界，可以直接撤销吗？很抱歉，许小姐，哪怕在服刑，这也是受法律保护的私人财产，除非买主本人签字同意转让，或者您能拿到法院的明确判决书，否则我们无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清除这栏。好，我知道了，法院的判决书我会给你们送来。谁知道他在这块地上还会搞出什么恶心人的动作，或者让外面的人来动土。他不会再有机会了，明天就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掘地3尺。徐总，诉状已经拟好了，但这块地的合同条款确实很棘手。他想借着死后的名义纠缠不休，我就在法庭上把他这层深情的皮彻底扒下来，让所有人都看看他那副令人作呕的骨架。递交诉状吧。他凭什么？他凭什么告我？连我最后的目的他都要抢！周先生，您冷静一点。您现在正在申请减刑，在这个节骨眼上闹事，对您的评估报告非常不利。减刑？谁他妈在乎减刑？我什么都没了，我只有那块地了。你现在就去传话给他，那块地我死都不会让。他活着是我的人，死也是我的鬼。他要告就告，老子不怕他。你把我的话原封不动的带给他，一个字都不许给我改。许小姐，情况就是这样。周先生的情绪非常极端，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作为同行，我实在不建议把当事人逼得太紧。您看咱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庭外和解，或者稍微做点让步？和解？就凭一个阶下囚，他配吗？律师，麻烦你转告你的当事人，既然他觉得死也不怕，那就准备好在法庭上被彻底扒皮抽薪。我们
法庭上见。先别管那个破律师了，这是监狱那边今天下午刚转交过来的信件，是周实业这疯子亲笔寄给你的。这就是他口中的爱，没有尊重，全都是虚伪的占有和病态的执念。他把我当成一个必须被锁在身边，永远打上他标记的战利品。他不让，那我们就用法律的铁锤砸烂他所有的痴心妄想，让他彻底明白自己连一条狗都不如。正合我意。明天我们要让他在这世上连一寸立足之地都没有。准备好了吗？这可是我们第3次踏进这个地方了。第1次我们手撕渣男把他送进去，第2次扒了他妄图洗白的皮，这一次，我要彻底斩断他手里那根妄想跨越生死控制我的烂绳子。审判长，被告周实验的骚扰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范畴。他不仅侵害了我当事人许安的合法权益，更跨越了生死的界限，试图在死者安息之处强行建立控制领地。这种行为严重侵犯了逝者的安宁，是对原告极大的精神折磨。被告，针对原告出示的证据，你有什么要辩护的？我爱他，审判长，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他呀！我把所有的钱都砸进去了，我只是想死后能有个位置陪着他，哪怕远远的看着他，我有什么错？审判长，被告在混淆视听，我的当事人请求亲自发言。准许。审判长，我想说的是，爱绝不是裹挟着谎言的威胁，更不是伪造证件的欺骗。爱不是在我父母的坟前恶意圈地，更不是在恶心的墓碑上单方面刻下我的名字，这根本不是爱，这是自私的占有，是病态的控制，是把我当成他人生中死都不肯放手的附属品。他从未问过我愿不愿意，我站在这里就是要明明白白的告诉他，我不愿意，活着不愿意，死了也绝对不愿意。本庭现在宣判，撤销被告周实业西山公墓地块购买权，地块即日归还公墓管理方。被告需全额赔偿姚精神损失费，并终生禁止被告在原告及其父母墓地500米范围内购买任何形式的地产。安，我的，安是我的。喂，周实验，发什么神经呢？听说你那个前妻长得挺好看的，你就是被她整进来的吧？真惨啊！她不是前妻，她是我老婆！你们谁敢动她？住手！快拉开他们！她是我老婆，谁也不能抢走她，她是我的！快把粥喝了，回来你就断断续续的发烧。医生说你这是心理压力释放后的躯体反应，像是在排毒一样，可能真的在排毒，要把过去5年积攒的脏东西全都排出去。都过去了，以后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了。谢谢你，怡宁，还好我的身边一直有你。好好休息，等你好了，才算真的开启我们的美好人生。这座城市这么大，每个人都在赶往自己的方向，而我终于也找到了我的方向。走啊，徐总，喝酒去！庆祝徐总走出阴霾，开始上班。乔总还没下班呢，你是董事长，你想什么时候下班就什么时候下班。走吧，我的大小姐。对喽，这样才对嘛。敬什么？不知道，你定。敬你，终于学会对自己好了。我以前确实不会，我最对不起的人是我自己。
我最近开始学钢琴了，想把小时候丢掉的东西都捡回来。我还报了 MBA， 我报了瑜伽课。你还敢上瑜伽课？这次是正规的，而且是最贵的那种，反正花的是我自己赚的钱。这座城市好像从来没有这么好看过。许安，你还相信爱情吗？我不相信爱情，但我相信我自己。那就敬我们自己，敬我们自己。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准备去考 MBA 吗？因为你想拓展商业版图？不，因为以前有人跟我说，女人不需要读太多书，反正最后都是要嫁人的。周时宴。答对了，现在我要去读她都没读过的书，拿她拿不到的学位，我要让她知道。女人读不读书，轮不到她来决定。霸气，学费我赞助。不用，我手里那10%的股份，分红够我读10个 MBA 了。你以为我当初要股份是为了钱？不，我是为了自由。女人手里有股份，说话才有底气。对，其实我最近也准备启动一个新项目，一个专门帮助单亲妈妈就业的公益基金。我有时候会想起那些和我一样被欺骗、被抛弃的女人，她们没有我这样的运气。没有贵人相助，甚至没有能力离开泥潭。你是指那些瑜伽课上的女人？对，她们在背后骂我是小三的时候，其实我和她们一样，都是被欺骗的受害者。只不过我运气好，遇到了你。以前发传单看到烟花，只觉得心碎，但今晚的烟花真好看。以前总觉得烟花是浪漫的。后来才知道，浪漫的从来不是烟花，是看烟花的人。徐总，关于这份风险评估，我认为单亲妈妈的再就业周期通常比预期长20%，你们的资金链能撑住吗？陆总的质疑很到位，这是我们针对延期周期做出的 B 计划备用资金池明细，所有风险均已兜底。这是我见过的最严谨的公益项目方案。陆总的质疑也很专业，希望合作愉快。一定愉快，我对您的专业能力印象深刻。那个陆燕，她看你的眼神不太对劲啊。工作关系而已。工作关系？我刚才可是掐了表的。你说话的时候，她眼睛一眨都不眨的盯着你看了整整3分钟。你是不是最近 MBA 申请材料写累了，太闲了？说真的，你已经单身1年多了。好不容易把生活理清楚，不打算试试新感情？我现在工作顺利，周末能睡到自然醒，不想再加一个人进来搅局。不是搅局，是一起喝咖啡。不试试怎么知道是锦上添花还是搅局？徐总，下次能不以商务的名义约你吗？那就看你约什么了。万一他又是另一个周时宴怎么办？万一他看起来温和体贴，骨子里却是个骗子？万一我的信任再次被摔得粉碎？你不能因为被蛇咬过一次，就再也不进花园。荷花真奇怪，根在淤泥里，花却开得那么干净。你刚才那句话说的不是荷花。怎么了？是你自己。你怎么在这儿？猜到你今晚这个项目要收尾，肯定会加班到很晚，就在这儿顺便处理点邮件。路上买的，热了好几遍，已经不太热了，别饿着自己。
你这样，粥喝完早点回家，我不打扰了，明天见。这个人好像真的值得我再信一次。波特武力模型不是万能的，你如果考 MBA 的话，教授通常会建议你用更动态的框架。不过考试还是会考，所以背还是要背的。你怎么知道我要考 MBA？ 猜的，这本教材是 MBA 备考指定教材。沈黎，我是医生，不是在搭讪，至少目前不是。我只是每次看到有人在机场这版教材，都忍不住想吐槽他的翻译，简直太烂了，像机翻的。我也觉得，第3章那句长难句，我读了5遍都没看懂他在说人话。太巧了，需要帮忙放行李吗？谢谢，看来缘分还没用完。下次复查可以找我，开玩笑的。下次吃饭可以找我。是什么？我知道深圳有一家潮汕火锅特别好，如果下次航班再延误，至少可以去吃一顿，不用吃难吃的航空餐。我竟然已经开始期待周末了，这种感觉真的好久好久没有过了。乔总，您的外卖到了。我没点外卖，是一位姓沈的先生给您点的，留言说别饿着，甜的。这个男人犯规，他不说什么花言巧语，但每次都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他怎么知道我今天又在加班？大概是因为你每次都跟他说你今天陪我加班。赶紧趁热吃吧，沈医生可是煞费苦心了。哎，我也该想想晚上吃什么喽。废什么话，快来一起吃。他点了2份，算他有良心。那你们这门亲事我许了。许安。我曾经以为爱情是忍耐，是无限的包容和妥协。直到后来经历过彻底的毁灭，我才知道爱情是尊重。这2样东西的区别，我以前真的分不清。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他了，以为那是爱。许安，我知道你的过往，你不用说，我也知道。我不介意你的过去，我只介意你现在是否开心。现在我能分清了。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你问。这个周末如果不加班的话，你愿不愿意跟我去一个地方？不聊工作，不看方案，就只是走走。好。一宁，我喜欢你，我想和你认真开始一段关系。在你决定之前，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我不能藏着掖着。你说，我听着。我曾经被人骗过。我在想要怎么做才能让你相信，我和他不一样。不是嘴上说的，是骨子里不一样。你不介意？你被一个人渣骗了，那不是你的错。你的过去只证明了一件事，你是一个能绝地反击的人。这种品质，我欣赏都来不及。这是戒指，但我不会现在给你，等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告诉我。戒指你先收着，等我考上把 MBE 读完，到时候你来问我。好，我等你。许安他知道了。知道我被骗过，然后他拿出了戒指。你答应了？我说等我读完 MBA， 你觉得我是不是傻？这样的男人我居然让他等。你只是没在等，你在确认自己值得，而你本来就是值得的。是啊，我值得。
刚才有记者朋友问我，徐总，你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我想说，不是我一个人走到的。几年前，我的婚姻是一场骗局，我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工作，我以为我的人生完了。但有一个人，他推开了我那间30平米出租屋的门，他跟我说：“你一个人斗不过他，我可以帮你。”他就是乔爱宁，我的合伙人，我的战友，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终于结束了，我刚才手心全是汗，还好没念错你的名字。念错了也会原谅你，毕竟你现在可是身价翻倍的徐董事长了。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一个人扛下所有。我不冷，我就是想吹吹风。你今天有点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感觉你终于放松下来了。以前你跟我在一起，肩膀总是绷着的，像只刺猬。可能是吧。以前总觉得自己要随时准备打仗，防备着一切。今天签完字，忽然觉得仗打完了。那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不是商业合作，不是并肩作战，是以另一种身份，男朋友的身份。如果不愿意也没关系，我可以继续等。我不需要你养我，我也不需要你保护我。我只想和你并肩走，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答应了？但我有个条件，以后开会不许再当众质疑我的方案。那不可能，但私下里我会给你好处。终于，我还以为你要把人晾到明年。恭喜你，许安，你值得。这3家企业的捐赠意向已经敲定了，总共800万，下周就能到账。还有市妇联那边答应帮我们对接社区的单亲妈妈群体。辛苦你了，要是没有你，这个基金不可能这么快落地。跟我还客气什么？能和你一起做有意义的事，我很开心。报告2位老板，我带着家属和爱心便当来探班了。慢点跑，别摔了。我给你们炖了排骨汤，还有以宁爱吃的糖醋排骨。第一批受助者名单定了吗？我看那个开早餐店的李姐挺不容易的，一个人带着孩子还想把店扩大。我也看好她，明天最后评审会没问题的话，下周就公示名单。太好了，等公示完我就安心准备考试了。沈凌说，要是我考上了，就带我去迪士尼玩。说到做到。徐总、乔总，网上突然出现大量帖子，说我们利用公益基金洗钱，还说受助者都是内定的关系户，有人还批了我们的财务截图，现在热搜已经冲到第10了。刚刚银行打来电话，说接到举报，要临时冻结我们基金的账户，配合调查。还有之前谈好的那3家企业都发来了邮件，说暂时暂停捐赠。简直是胡说八道！我们每一笔钱都清清楚楚，怎么可能洗钱？别慌，公关部立刻发布声明，说明我们会公开所有账目，接受社会监督。财务部把近半年的所有收支凭证全部整理出来，一笔一笔核对。我来帮财务核对，我大学辅修过会计，这些我熟。复习的事儿往后推，先把这件事解决了。我已经联系了国内最权威的第3方审计机构，他们明天一早就过来，我陪你们一起。怎么了？谁发的邮件？徐总，查到了，邮件的 IP 地址在城西的一个老小区，注册邮箱用的是匿名手机号。不过我们通过后台痕迹查到了登录设备的序列号，对应的机主是吴桂兰，也就是周时宴的母亲。果然是他。周时宴进去了，他还不死心，把所有怨恨都算在我们头上。她一个老太太，不可能懂这些网络技术，也不可能拿到我们的财务截图，背后肯定还有人帮忙。那怎么办？要不要报警？先不急，现在最重要的是澄清谣言，挽回基金的声誉。等我们把事情解决了，再找他算账。
徐总、乔总，我们看到网上谣言了，这是我早上刚蒸的包子，别理那些胡说八道的人，我们都信你们。我们申请的时候连你们的面都没见过，全是按流程走的，哪里来的内定？那些人就是眼红你们做好事，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我们要在网上发长文，把我们的申请经历都写出来，帮你们澄清。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相信我。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证明自己的清白，不会让你们的希望落空。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召开这个发布会，就是为了澄清网上关于暖阳女性创业基金的所有谣言。这里是我们基金成立以来的所有收支凭证、银行流水和审计报告，全部公开透明，接受所有人的监督。至于所谓的内定受助者，我们已经公布了所有申请人的信息和评审结果，大家可以自行核对。我们成立这个基金的初衷，就是为了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女性。我们绝不会利用公益谋取任何私利。我们已经查到，这次的恶意举报是周时宴的母亲吴桂兰所为。她因为儿子入狱，对我们怀恨在心，篡改财务信息，散播谣言。考虑到她年事已高，且未造成实质性经济损失，我们决定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但保留追究民事责任的权利，希望她能好自为之。我的徐总太帅了。那是，怎么说我也是你的领导，不然怎么给你起带头作用？走了。回办公室好好复习去。收到，领导。我不行了，这个管理学怎么这么难？我脑子都要炸了。刚给你点的奶茶马上就到了，还是徐总你最好了，我就知道你最疼我。少贫嘴，喝完奶茶继续看，还有1个月就考试了，你要是考不上，沈凌该笑话你了。他才不敢，他要是敢笑话我，我就跟他分手。我可不敢笑话我们乔大小姐。给你们带了点粥和小菜，忙到现在肯定饿了。先吃饭，再学习。有个消息跟你们说一下。什么消息？刚才监狱那边给我打了电话，周时宴于今天晚上8点17分抢救无效死亡，后事他们会按照规定处理，不用我们操心。都过去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了。都过去了。安安，既然事情都解决了，下周跟我回家见见我爸妈吧，他们早就想看看你了。好。喂，沈凌，人家陆燕都带许安回家见父母了，你啥时候会带我回家见？早就准备好了，等你考完试我就去。我妈都已经问我好几次了，我想看看能把我这个服服帖帖的姑娘长什么样。那是，本小姐出马，一个顶俩。你就是安安吧？经常听阿燕提起你，快坐快坐，阿姨给你做了你爱吃的糖醋鱼。叔叔阿姨好，打扰你们了。不打扰不打扰，你能来，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孩子，以前让你受委屈了，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有什么事儿就跟叔叔阿姨说。谢谢阿姨。爸妈，我和安安是认真的，等忙完基金的事儿，我们就结婚。乔小姐，听说你以前在周氏集团工作。是的，阿姨。不过后来周氏出了问题，我就和许安一起创业了。我听说了一些你们过去的事，女孩子家还是安稳一点好。阿姨，我明白你的顾虑，但我觉得女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而且我和沈凌在一起，是因为我们互相喜欢，互相支持。阿姨是不是喜欢中医调理这一块啊？我跟您说哈，这个穴带是治失眠的，我给您按按。这个穴带是……没想到你还懂这些，以前是阿姨误会你了。你是个好姑娘，沈凌能遇到你是她的福气。这个镯子是我传给未来儿媳妇的。谢谢阿姨。怎么样，厉害吧？不到1顿饭的功夫就把沈凌他妈搞定了。厉害厉害，我就说你没问题的。喂，你好。你好，请问是许安女士吗？这里是南山公墓管理处，周时义的骨灰至今无人认领，请问你是否愿意处理？如果无人认领，我们将按无主骨灰处理。这才是我该享受的人生嘛！哎，对了，骨灰的事儿你想好怎么处理了吗？那边我已经处理好了，让管理处找了个安静的墓地。对他，我也只能做到这样了。这下终于可以说彻底结束了，再也没有牵扯喽。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也是另一种解脱吧。走吧，我的大小姐，请你喝饮料。好耶！
以前总觉得这里是噩梦，现在才发现，它只是我人生的一段旅程。过去的都过去了，以后我会给你一个真正的家。我考上了，我考上北大 MBA 了，太棒了，一宁，我就知道你可以的。恭喜你，我的学霸女朋友。一宁，以前你说等你考上 MBA 我们就结婚，现在你做到了，嫁给我，好吗？我愿意，我愿意。徐总，好消息！刚刚有一位匿名捐赠者一次性给我们基金捐了100万，他没有留下姓名，只留下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了什么？谢谢你们，让我重新活了一次。谢谢徐总，谢谢乔总。1年前，我还在街头摆摊，每天起早贪黑，只能勉强养活孩子。是你们的基金给了我启动资金，给了我希望。现在我已经开了3家分店，雇了10几个和我一样的单亲妈妈。是你们让我知道，女人靠自己也能活得很好。我们还要感谢你的捐款呢，李姐。许安，遇见你之前，我的人生是黑白的，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没有任何色彩。是你像一束光照进了我的世界，让我的人生变得五彩斑斓。我不想再做你的合作伙伴，我想做你的丈夫。以前你走过往后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分享你的快乐，分担你的悲伤。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太好了，安安，我们可以一起结婚了。你说，我们以后的孩子会不会也像我们一样，成为最好的朋友？一定会的，他们会一起长大，一起上学，一起分享秘密，就像我们一样。真好啊！以前我从来不敢想，我们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是啊，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真不敢相信，我们竟然都要结婚了。以前在瑜伽室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还泼了你一脸水呢。那时候我还以为你是个高高在上、不好相处的大小姐呢，没想到后来我们竟然成了最好的朋友。安安，你真美。宁宁，你也很美。那当然，本小姐天生丽质。徐总、乔总，恭喜你们新婚大喜！这是我亲手做的喜饼，沾沾你们的喜气。谢谢你，李姐，太有心了。徐总，恭喜恭喜啊！说感谢的应该是我，你真是帮了我太多了。我们给5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吧，看看5年后我们都变成了什么样子。好啊，希望5年后的你依然坚强、善良、热爱生活，依然和乔渊宁是最好的朋友。希望我们的基金能帮助更多的女性，希望我们的家人都平安健康。希望5年后的你已经顺利毕业，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企业家。希望你和沈凌永远幸福，希望许安和陆妍也永远幸福，希望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陆燕先生，你是否愿意娶许安女士为妻？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健康还是疾病，都永远爱她，照顾她，不离不弃。我愿意。以后，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你的悲伤就是我的悲伤，我会永远陪着你。沈凌先生，你是否愿意娶乔于妮女士为妻？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健康还是疾病，都永远爱她，照顾她，不离不弃。我愿意，以后你的 MBA 作业我帮你写，写一辈子。以前总觉得人生是一场黄粱梦，梦醒了什么都没有，现在才知道，梦醒之后才是真正的人生。是啊，终是黄粱梦一场，梦醒时分，皆是艳阳天。
本来想等你们生日再给你们的，但今天这个日子更有意义。这是我们4个一起定制的，不是婚戒，是新生戒。纪念我们都从过去的黑暗里走了出来，遇见了彼此，也遇见了更好的自己。妈妈好看，妈妈好看。